不少仙神都知道月宫上有一个人族高手，天天跟月桂树过不去。自上古时天庭出立不久就存在了，但是对这个高手所知并不多。此时李长寿带着一双双仙神的双目，寻找到了专注伐木几万年的热心炼器士吴先生。当的一下，大斧头被吴刚拄在身前，浑身包裹起了一层淡淡的毫光，那股莫名的威严透过铜镜传递开来。下面是吴刚的对外宣言：我叫吴刚，上古人皇侍卫长，在这保护着恒娥殿下的安危。修为马马虎虎，大罗金仙几万年，走的是战法之道。最近不砍妖，手生了不少。为何砍月桂树？我家殿下立过誓，月桂树不倒，他不离开广寒宫。他此前出去过啊。啥？此前就出去了？誓言好像是不离开太阴星。哎，记错了。水神，你先去吧，我继续砍树，帮忙多劝劝我家殿下。言罢，吴刚抄起斧头，当着铜镜的面演绎了用普通斧头砍伤月桂树的绝活，故意散发出自身强横的道韵，以证明自己所言不虚。天庭中男仙半数忍不住以手掩面，半数笑眯了眼。李长寿带着灵珠子继续转圈，带着众仙神在广寒宫周围溜达，拍了拍月宫清冷之景。等他们再次到了月宫门前，月宫大门打开，一名灵秀的少女款款而出。她一改平日的打扮，换上了青白渐变的抹胸长裙，搭配着纱衣披肩，头上梳着双环鬓，脸蛋儿也施了淡淡的妆容，看起来多了几分娇媚，自是玉兔少女。水神大人。她不敢抬头直视李长寿，欠身行礼，小声道：主人请您先入内歇息，他尚未收拾妥帖，请水神大人勿怪。有劳了。言罢，驾云飘入广寒宫，负手前行。水神府前不少仙神跟相熟者互相传声：这就是恒娥仙子养的那只玉兔。哎呀，没想到只是玉兔都出落得如此灵秀，当真不知那恒娥仙子又是何等的风采呀！可惜是个结巴，说话都不利索。唉，可惜了。这关注点似乎有些不太对。且说众仙神、天将、仙子仔细地盯着画面中呈现的内容。负责捧着铜镜的灵珠子也是颇有灵性，此时端着那铜镜缓缓地调整了一下角度，拍了一下广寒宫中的布景。与其说是宫宇啊，倒不如说是别院。近处百花争艳，但花中独有一只傲雪寒梅艳压群芳。远处也算是仙府标配，假山流水莲花池，楼宇仙台鹃仙琴。广寒宫给人的最初印象便是清冷，此处宫殿占地极广，但是一尘不染的大殿之中只有点点星光，许久没有人声人迹。李长寿被带到了莲花池侧旁的阁楼中，引到了一个三面环水的楼台前，入座喝茶。玉兔少女颤声说着：我家主人马上过来。有劳了。李长寿温声道了一句，那玉兔勉强一笑，低头赶紧开溜。李长寿招呼灵珠子一同入座，灵珠子却小声地拒绝了，还端着铜镜去了角落中照了个全景。似乎是为了报复此前李长寿的视若不见，恒娥过了半个时辰才是姗姗来迟。李长寿对此没啥感觉，上辈子就明白女人在打扮自己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时间概念的道理，但是众仙神尤其是擎天柱都觉得这个恒娥太过托大了，竟然如此亮着天庭的普通权神。但是接下来忽听一声似有若无的轻叹，整个铜镜所呈现的画面突然就溢出了点点柔光。众仙神下意识地睁开眼，看向铜镜正中。不少血气方刚的天将更是屏住呼吸，
曾拜访过姻缘殿的仙神更是个个忘记眨眼。铜镜的边缘，一抹浅蓝色仙光闯入了画面之中，此身一现，直让老仙翁脸颊通红，小天兵目不转睛，众仙子黯然失色，各正神暗自震惊。面是清冷娇媚颜，柳眉妙目，琼鼻樱唇，无论是脸型曲线，但凡增减分毫都会差之3成。又有拂柳腰身不堪一握，脖颈修长，白皙动人，肌肤晶莹剔透，各般比例妙之毫巅。他向前踏出一步，就觉这一步诠释着世间女子之美，太阴之德。他开口道了一句：让您久等了。那柔软酥人心神的嗓音，让此前久等时的不耐烦化作了值得。秦天柱带头，天庭大型真香现场。此时水神府前一片安宁，直到有人发出了一声轻叹，众仙家各自叹息，又目不转睛地看着境内的画面。这般女子，天庭之中也只有瑶池王母可以相对而坐，不若下风吧。可惜呀，王母乃是天庭之中的一阶正神，女仙之首，高高在上，素有威严，谁都不敢乱比较。天河边，守在李长寿给开的小灶铜镜前的那一群天将，此刻也是齐齐感慨。卞庄双目吃愣，喃喃道：我这次可能真的坠入姻缘中了。切，你一年能说360次这话？不，这次不一样。卞庄攥着拳头，定声道：我定要成为能够配得上恒娥仙子的男仙。哎，老爷，你做什么呀？你把捆仙绳收起来呀！有话好好说，大家都是兄。刷刷几声，2根仙宝绳索将卞庄捆成了粽子一样。敖乙一脚踹出，卞庄顿时就飞了出去，在天河之中砸出了不大不小的水花。大家继续看，不用管他。敖乙淡定地道了一句。天河水军的众将军各自嘿嘿一笑，目送卞庄飘远。镜中传来了一阵寒暄声，大多没什么营养，大家的关注点也都在恒娥的身上。不多时，水神府前有仙神赞叹：水神当真是好定力，面对太阴星君竟能如此淡定，目不斜视，言谈有度。我等远不如水神。瞧您说的，水神大人的境界能跟咱们一样啊？确实，李长寿此时很淡定，而且并未用白眉老后等等系列的法器镇压。在他的直观感觉之中啊，这个恒娥美则美矣，身段、容貌、姿态、气质都达到了顶尖，但总像是少了点什么。咱们见过的美丽女子还少了。暂不提天边最美之云，做旧的云霄仙子，便是每日都在小小蜕变的灵娥，走上了另外一条魅力路线的玄雅，今后也未必会输给恒娥。九师叔比较偏科，这个就不在讨论之列了。李长寿此时离着恒娥不远，也不过就是5尺之距，也就隔了一张精美的圆桌。恒娥那双眼眸清澈动人，但是李长寿却在清澈之后看不到灵。眼前这个女子啊，就如同空壳般。星君此前去月桂宫时，我正神游太虚，感悟大道，未能及时给星君回应，在天庭之中闹起了少许风波，故来登门拜访，唐突之处还望星君勿怪。恒娥有些腼腆的一笑，对着李长寿轻轻颔首，言道：还劳水神大人亲来，当真是……耳旁回响着恒娥的温润细语，李长寿的心底暗自皱眉。哎呀，怪啊，着实是太怪了一些。这恒娥为何给自己这般似曾相识之感？这期间并没有什么危险，但是李长寿总觉得有些古怪。星君，此前去找我，不知所谓何事？所谓不过就是……素闻水神足智且多谋，乃天庭肱骨，
玉帝陛下最为信任的当代之星，故有一事想托付于水神。按理说你我都为天庭仙神，若有所请，我本不该拒绝。但星君，你我此前素未相识，如此贸然托付，恐怕有些不妥呀。水神想要哪般好处，但凡我有，都是可以给的。我去！李长寿嘴角微微抽搐，已经是嗅到了事情不太对，想必此刻的天庭各处都已经是哟啊！星君莫要玩笑，你可将想托付之事说给我听。若是举手之劳，我本着你我同为天庭仙神，自会出手相助。若有为难之处，还请恕我不能从命。水神当真，此事还请容我慢慢道来。兔儿，去端些茶点。那玉兔少女娇声应是，转身离去。李长寿站起身来，笑道：就不必麻烦了，我还有诸多事务要处理。稍后星君不如将要托付之事写作信件，我自会给星君回复。水神这般着急做甚？那恒河连忙起身，拦在李长寿的身前，差点就撞上了。一旁的灵珠子眨眨眼，有些搞不清楚当前这是什么状况。恒河又轻轻一叹，让开去路，低声道：我这广寒清冷，也不怪水神想快些离开。水神且去便是。我不过是上古人族之遗落，不过是这月宫中的幽魂，终究是无法留住水神半步。哎呀，好厉害的女子啊！李长寿此时就感觉如芒刺背，想必从玉帝陛下到守天门的天兵都在高声呼喊留下来，要听恒河有何事相求。李长寿对此倒是并不在意，唯一在意的就是恒河拿出了上古人族公主这个身份。自己刚收了19位上古人族战兵，说不准就跟恒河曾经是同代人族，此时倒是不能跟这个恒河处得太僵。而且此时李长寿已经是认定了，此处与自己交谈的恒河不过是一具化身。哼，在我面前玩这种手段，还想让我认不出来？那当真是盘古面前耍大斧，女娲庙前玩泥巴，太清观中说无为，凌霄殿内道孤寡。李长寿叹了一口气，沉声道：罢了，看在同为人族的份上，仙子若有什么难处，我在不影响自身的前提之下，自会相助一二。恒河柔笑一声，又欠身行礼，请李长寿再次入座。此时灵珠子袖中一缕浅风吹过，悄无声息地钻入了阁楼的木板中，消失不见。那玉兔送来鲜果佳酿，几盘茶点，又立刻低头告退。恒娥却是始终不提自己有什么事相求，只是与李长寿谈天说地。水神府前的那些仙神看的是津津有味，不少老仙翁都是眉开眼笑的。但是李长寿言语谨慎，说话前必思量数次，自始至终没有半点失态，也算是从容有度。暗中，李长寿的一具化身已经是寻到了广寒宫地下某个被仙光包裹起来的阁楼。黑着脸，李长寿招来了少许太极图道运，无声无息融了阁楼周遭10数层的阵法，潜藏行踪，钻入其中一探究竟。然而李长寿猝不及防间就闯入了一个有点凌乱的房间，地面是堆叠起的轻薄衣物，两侧摆着10几个大木柜，其上挂满了各类的衣裙，还有一排排的绣花鞋、布靴、草绳鞋。衣柜间有一处华美的落地琉璃镜，这些木柜后面还有诸多摆设，什么床榻呀、屏风、水池、木桶、梳妆台、桌椅，应有尽有。水池中飘着几只木偶。李长寿听到了一声得意的轻哼，循声而去，看到了一名正趴在软榻上吃着瓜果喝着鲜酿的女子，姑且这般认定吧。她背影窈窕，看不到正脸，长发有些缭乱的随意洒落，此时正翘着2只小腿趴在软榻上，
看着面前巴掌大小的琉璃镜，时不时的嘀咕一句：什么天庭水神，天庭权贵，木工之上的男人，哼，成为我的仆人吧，为我今后做任何事吧。本公主殿下才是3界最美的女仙。李长寿满头的黑线，默默转身招来了太极图道玉，无声无息出了大阵，将大阵的门轻轻带上。打扰，告辞，江湖路远，不如不见。这是宅久了的精分现场吗？这是啊！突然开始同情那个惨死在妖族手中，还被折磨成了斩仙飞刀的核心技术大巫裔，就这么走了。李长寿思索一二，很快就有了一个万全的主意。手中拿着一颗坏掉的流影球，再次打开大阵，钻入其中。广寒宫临水的阁楼中，恒娥的话语突然就顿住了，原本还有些光彩的双目瞬间就失去了色彩。李长寿却不动声色地接话道：仙子平日里都是这般度过的，这广寒宫中甚是清冷，为何不找些女仙来陪着？恒娥的目中光芒轻轻闪烁，这般细节也只是李长寿注意到了，连灵珠子都未察觉半分。恒娥悠悠一叹，低声道：哪里有人愿意在这清冷广寒？仙子说这般话，当真就有些太自谦了。铜镜前的众仙神齐齐点头，而此时这些仙神尚未发觉，广寒宫中的对话，李长寿已经是占了主导权，变成了李长寿问一句，恒娥答一句。恒娥开始露出一些无奈郁闷的表情，便是这般细微的表情，也让不少男仙心里一揪。